哦，今天有点卡哦，稍等一下，投屏。等我投个屏，大家不要着急。还有，到时间了，可恶！好了，我马上就来。有点卡。好了，现在好了吧？哎，怎么是竖屏呀？ちょっと待って。我怎么没有检测到我的这个？夸克网盘。等一下，我重新投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今天电脑好像突然抽风了。突然抽风了，让我扫个码，问题不大。我先扫个码。好了。怎么还是没有窗口？好了。可以了，すみません，稍微迟了2分钟。那么今天是第7节课，后面的内容会更，画面应该可以吧？等一下哦。后面的内容就会更深入一点了。然后我们同学们看到作业，打开作业的话，会发现我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图层。我们到时候把这个 PSD 这个图层模式打开，然后它里面会有这个人物素材，我把图层还有什么给大家整理好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这个搞它，研究这个东西。好的，这个是一个 Q 版小人，因为比较方便。好，然后我们首先第一部分还是很难。对，我考虑到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所以这节课只有我们的作业只有这个，只要研究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其实还好啦，就是我们去学习就是要克服困难，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把它克服掉。好，然后我们首先是讲一些光影方面的东西。点错，刚才点到啥了？那么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怎么老是跳啊？今天
首先，画画最主要的一个表达氛围感的东西就是它的光影，对不对？那么我们画光影的话，就会提到黑白关系，提到素描关系。那么素描关系的基础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亮灰暗。那么我们首先同学们必须要掌握的是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上一节课或者前面节课也说过了，就是这个起无石膏，黑白一个基本的这个亮灰暗的层次变化，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然后影子，剪辑模板。好，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然后过渡的话，可以稍微过渡一下，明暗交界线这个地方会稍微深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同学没问题吧？应该都清楚吧？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球，首先亮灰暗，这个是亮部，这个是暗部，然后暗部里面有一个过渡的这个过渡的这个层，就是色阶中间，黑白关系中间值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在明暗交界线这里有一个加深色彩的强调。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想透气的话，就可以像这里会受到一个这个反光。这里会受到反光，受到周围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反射，光线打到这个白色的地面上，然后会产生一个反光，这个地方就会有点亮。然后这个影子这里这些地方也是有点亮，然后闭塞的地方会很暗，像这些地方受到的光，这些地方受到的光比较少，它就会很暗。这个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个球我们同学至少一定要去掌握，对吧？然后你再加一些，或者后面你可能会，臭狗出去，能走到，坏狗，可能在这个中间会。你后面再加一些什么高光啊？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光滑的球，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还会有高光之类的。然后，如果是它如果是粗糙的球的话，就没有这个高光或者这些质感什么的，都是在这个你先建立亮灰暗的这个色彩变化的基础上再去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分成两个大部分，就是强光影或者是弱光影。我们在画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光影和不同的组成效果，对我们画面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主要是看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看你这个主要是看你想要表达的这个场景，你想要去画的这个东西，你想去画偏光影的东西，还是偏素描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表达的这个氛围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光影？比如说像上面这两张参考图，我们画画一定要去找参考图哦。比如说像上面这两张参考图，它的这个光影是不是就比较强烈？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低场调吧，这个也是低场调。它最亮的这个地方就是像这个火光，还有像这个地方。像这里这个最亮的这个光都很亮，然后暗部也很暗。这像比如说这些地方它都是特别颜色特别的跨度，色阶跨度非常大，都是属于一个低场调之类的。然后整体的这个环境也很暗，这个是在晚上，对吧？这个第一张是在晚上的一个氛围，第二张也是在一个很黑暗的环境里。然后像下面这两张，它的光影就不是特别强烈，它主要是一个氛围，是什么氛围？它是可能是构图，或者是这个感觉，它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画面的构成之类的。像下面这两张，它就是属于第二个比较弱的光影，但其实它不是很弱，它相对来说都是相对的哦。比如说这个人的，虽然它的背景的天空是比较亮的，然后但是它的这个人物身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光影变化，可能说是帽子这里或者是肩膀这里会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然后头发下面越来越暗，对吧？有一点点光影，但是没有像上面这个这么强烈。
然后这张也是，这张的话它的光可能就是比较柔和的。正面的一个光线，然后它的这个脸部直射受到这个直射光的影响，没有太多的这个角度问题，没有太多的阴影变化。然后周围这个虽然比较暗，但是整体的颜色整体的色阶都比较偏中调一点，比较偏中调一点。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高长调或者是高中调吧。好，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学会判断我们的这个画面，首先学会分析参考，然后再去画那些，然后再去动手去画。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个不要怕说什么去抄袭，不要说什么我抄照片了怎么什么，要我们要学会去分析这张照片为什么好看，然后把它的这个知识点归纳总结出来，把它传递，把它是如何把这个照片是如何去传递信息这个方式它如何去讲这个东西的这个方法去分析一下，然后你再自己去运用到你的画面中，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你不带脑子，完全就是照着画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但是你不能不找参考的直接去画，尤其是如果你后面熟练了，或者是你越来越厉害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创作，对不对？但是现阶段我们去练习，或者是这个。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最好是要找参考，因为说人不可能完全，人不可能创造出想象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是你自己凭空去想象，那你肯定也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印象的。找光影参考用在自己画中变得很奇怪，对，这就是你要去分析，要学会去怎么样正确的去分析。那么首先还是两个大方面，第一个是黑白关系。分析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黑白关系它的调子，第二个就是它的色调。你去分析一张参考图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两个，像这题一样，从这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个是调性，它的黑白关系，它的亮暗之间的跨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颜色的这个颜色的分布，它亮部的颜色是怎么用，暗部的颜色是怎么用，从这两个大的角度去思考。好，我们回到课上。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下，先尝试去分析一下上面这两张比较光影比较强烈的这个图片。那么我们刚才看的是黑白关系，对吧？现在我们来这个剪辑模板。来分析，先从球开始。哪吒出生之前是个球，我们也先从球开始。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女孩，我的那个小女孩，她首先是一个球，是一个 cube。好，首先这个像第一张，我们先看第一张吧。它的这个背景是很暗的，对不对？首先你的光，我们之前说过要画。画亮部的话，画光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画画一定要有对比，对吧？如果想画强光影的话，首先你的这个环境一定要压暗一点，最重要，想画出光的效果，首先环境要压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也是一个很基础的知识，就是你要画亮。如果你觉得不够亮的话，你可以。你不够亮的话，你不光可以尝试把这个颜色画得很亮，你也可以尝试把周围的颜色压暗。我们亮是怎么亮出来的呢？是它和周围的这个环境对比很强烈的话，就会很亮。即使你的这个光，即使你的这个颜色不亮，但是颜色不是这个色阶不是很亮，但是如果你把它和周围的环境对比拉开的话，这个颜色的明度还是很亮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你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方法，它就会亮起来。比如说像这个，虽然这个颜色取的是中间这个地方，但是它的背景在这个地方，它们中间的差距拉开了，所以
有没有感觉这个在这个环境中的这个明度感觉和这个的这个明度差异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的话可能就会稍微再亮一点，对吧？首先明度要拉开，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景。那么我之前第一节课的时候就锻炼大家去能够快速去找到你想要的这个颜色，快速去概括你想要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们前面几节基础课去让大家强调，让大家去练习的一个能力，对吧？我们同学们后续也可以再继续去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这样的练习。我们这些小练习它都不是一次性的，我们都可以之后即使这个课程结束，你也可以去多针对这个你的这个你需要的这个方面去练习这些东西，用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去练习。然后首先就是背景你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其他 HSB 之间的差异，比如说这个背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它的背景也不是纯黑或者全都是这个一个颜色，对不对？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颜色方面的变化，你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唇的变化也都可以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也有一个练习，就是让大家学会去色彩概括，对不对？色彩的这个分析色彩的这个分布，它的占比，比如说这个背景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浅色的占比比较少，然后这个深色的占比比较多，这样去还原它的这个感觉，对不对？然后像下面还有一些比较深的这个东西，你也可以酌情的去加一点。我们目前就是还原它的这个感觉，然后，假如说我在这个场景中放入一个白色的这个球的话，分析一下他的这个场景，这张照片里面的话，可能他这个人穿的其实是一个浅绿色的衣服，这个人穿的是一个浅粉色的衣服，他没有白色。但是我之前说过，如果你能把白色或者黑色画好的话，你其他颜色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试着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去把白色的球画上去。首先你根据它这个照片分析，肯定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光是一个偏橘黄色的暖光，对不对？橘黄色的暖光。那么我们前面这个课程也让大家去练习了，就是找它这个大概的这个色相。白色是一个最容易被染色的颜色，总之，你先大胆的去画，然后暗部，之前说过，往右下角去取。它好像变成了一个黄球，对不对？先把基本的东西画上去。好，那么它变成了一个黄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色相上面的对比，没有色相上的变化。那么你分析一下，你很容易可以看出来，这个暗部可能会稍微偏这个冷色调一点。那么你就把这个颜色暗部的这个颜色拉开。再亮一点，这个光应该是非常亮的，因为这个火光是很亮的，它这个画面里面的亮部是非常亮的。好，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找它的这个变化。这个暗部可能再偏蓝一点。好，然后明暗交界线的地方稍微加深。交界线。
好，灰色部分有一个色阶的过渡，中间也有一个色阶的过渡。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你的这个笔刷有一个，让你的笔刷用这个有压感的笔刷，轻轻扫一下，去尝试试着去驯服你的笔刷，不要我们之前有同学做作业，他画的时候狠的划下了一笔，恨不得把你的这个比较好用，恨不得把你的这个屏幕戳碎。我的屏幕就被我戳碎了，其实稍微轻一点，好吧，稍微轻一点。好，慢慢的有一个颜色的过渡。综合去考虑它的 HSB 值，比如说你觉得你想让它的纯度再高一点的话，就纯度再高一点。我又开始废话文学了。中间有一个这个过渡。那么为了突出这个明暗交界线，你也可以把这个暗部的这个颜色变灰。阴影也会有一个闭塞。涂抹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涂抹笔刷，我分享的这个素材包里面有一个这个涂抹。Procreate 的话，这个涂抹比较好，因为Procreate 比 PS 的话，它涂抹没有 PS 好用。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相对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差异拉开，差异减小一点。这个可能更接近于 PS 的那个涂抹的感觉。Procreate 其他的笔刷涂抹有点难受，这个是调过的，好吧？记住啊，是这个笔刷，这个括号不对，这个括号涂抹这个笔刷比较适合去做这个涂抹笔刷。好，周围的边缘，周围的边缘会有一点这个变化，形状的变化，因为它周围会受到一个反光。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把这个火光也加上去的话，火光，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火光，这里最亮的部分是一个这个火，你可以把它加在高光这个地方，可以。可以在这里加一个高光。稍微高光也可以稍微有一点这个色相的对比，它不是完全，它不是完全的一个，不是完全的白色，它可以稍微有一点色相上的对比，可以更增加它的这个对比的这个强度。比如说这个光晕周围会有一些纯度比较高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剪辑有点凸出来，然后加一个剪辑蒙版，驯服你的笔刷，用你的，你在进行颜色过渡的时候，要轻轻的要感受，让它有一个比较柔和的过渡，不要歘画出来，好吧？颜色过渡。首先一个笔刷的话，我们同学一定要有压感。我比较推荐这个笔刷，我们这个笔刷素材包都是有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这个比较好用，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好用。然后这个的话这两个也比较好用吧，其实，然后可能这两个会更软一点，更软一点。这个过渡可能稍微硬一点，容易稍微再硬一点。我们要这个，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轻轻的，不要歘，好吧？不要让我们的这个笔刷，不要让你的这个用的意图太明显。当然，如果你后面做质感或者是塑造的话，可能会需要增加一点这个笔触的效果。那么我们在去做笔触的效果的时候，也是这个不是真的就是随便笔刷这样画上去，而是故意的，有小心机的，就是故意在这里画一个笔刷，它不是在你画这个初级的阶段就画草稿阶段或者刚开始画的时候就随便的去把笔刷这样戳上去怼上去的，好吧？好，修一下形状，这个形状可以稍微再圆润一点。好，中间的这个颜色，看一下，感觉黄色会更香一点。这样是，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在分析、参考、分析你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分析这个光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吧？把我们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光影，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复刻到这个球上，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能力，好吧？光晕首先过渡自然，然后它色相上有一个细微的变化，去观察其实很容易去看到它周围会有一个这个黄色或者是黄色到红色的一个色彩光晕的这个变化。这个颜色有点深了。注意看，我们之前讲的时候有提过，是吧？这个黄色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整体这个颜色的明度都可以画得很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去画很亮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把颜色拉到这个黄色柠檬黄的这个地方，那么就很容易能够把这个光很亮的这个又亮又有色相的一个感觉画出来，然后渐渐的往渐渐的这个颜色开始有损失有减淡，对吧？本来可能它的颜色它的这个光影看上去，本来这个光影可能看上去不是很强烈，因为为什么这个光影看上去不是很没有这个图强烈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调子。有一个很亮的这个东西，你想办法的加上去，比如说加在高光这个地方，这样一对比，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是不是就和这个就比较接近了？感觉背景还可以再暗一点了。如果你背景再暗的话，它这个颜色变化就更明显了。投影你可以稍微深一点。这样比较合理。好，这个是我们分析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光影的感觉。那么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第二个吧。那么还是这样一个球，我们先从球开始，这样一个球。那么它这第二章的话，它的色彩就不是很强烈，它主要是一个光影的变化，整体就是一个黑白的这个变化，可能看上去会有一点这个，首先背景是比较灰的，
背景是比较灰的。这里有一个光照过来，那么我们先模拟一下背景的这个光。首先光的中间会很亮，纯度比较亮。但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亮，你的光的这个中心不要全部卡死，你可以稍微有一点这个色相的变化。新建一个图层。假如说这里有一个光照过来的话，你这样看，可能它不是没有光的感觉，虽然它的对比度拉开了，但是没有光的感觉。那么你不要再使劲的往上去取了，你要加上这个光晕。我们上节课之前有让大家去选做过，就是增加光晕的这个效果，对不对？增加光晕。那么这张图看起来，这个光晕它是偏紫的吧？试一下，偏紫的感觉。加上光晕，是不是一下子就有灯光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就亮起来了？那么然后还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泛光，对吧？这个大范围的一些泛光，这里的这个泛光看上去是一个偏暖的或者是偏黄的一个泛光。那么根据你的感觉，根据你的感觉，试一下，有点暗了。这个可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感觉。做一些比较柔和的过渡，可以再加一层，让它的过渡更这个更自然一点。你的色阶明暗变化越多，它的颜色过渡就越明显，越柔和。改一下整体的色相，感觉可以再偏黄一点。直接拖过来就可以把这个整体的颜色去修改。感觉这幅画里面的好像偏红。哎，我的Procreate怎么动不了了？等一下，有点卡。すみません，你又跳了，今天怎么回事？稍等一下，抱歉了。可恶！好了，奎特。好了，坚持住！我的奎特卡住了，怎么回事？好了，好，继续。我们刚才在画这个光，可以手动的再去加一些层次上的变化，比如我们的色彩球的练习，对吧？这就是可以用到色彩球的练习，就是你要控制它的这个明度和这个颜色的这个搭配的配比的搭配，稍微再细一点。有一个这个色相上的变化，对比起来就会变得很亮，对吧？那么这个球，首先这个白球，像这张它的明暗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首先暗部按下来。等，这个的话，它的这个影子就应该在另一边了，斯密马塞。这个光照它影子应该在这边。然后这个球的暗部
先往右下角取，稍微往右下角一点，往右下角取一个比较暗的颜色，大胆一点。一般的话，我们之前有同学去问它的值，一般的话相差50，也就是相差明度相差50，大概就会很亮，光影的光感就会很强烈。相差50其实就是大概一半的位置。比如说这个球本来的这个明度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相差一半的话，50%不是50%，是50%，也就是一半这个的。一半的话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我们刚才取的就是大概在这个一半的位置，这样的它这个明度拉开就会更有这个感觉，更有光的感觉。然后阴影部分也是。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石膏球的基础上，黑白灰的基础上去增加它的，再去考虑一下它的色相，比如说明暗交界线可以再深一点。然后渐渐的亮过来，然后中间还要有一个色阶的变化，像这张它的色阶变化没有太多的这个色彩的变化，主要就是明度上的这个变化。注意这个笔触要自然呢，不要像我们同学那样，有的同学会怎么断续，这里一条那一条，干脆利落一点，直接一笔或者是2笔把它画下去。然后你可以根据需要的这个效果来，可以手动的去涂抹，也可以不涂抹，直接比较硬一点的过渡。我比较喜欢稍微硬一点的过渡。软硬，我们同学应该知道软硬是什么东西吧？就是软硬，什么是软硬呢？比如说我这里有2个这个色块，它们之间需要一个色彩的过渡，需要一个这个颜色到这个颜色里需要一个过渡，那么这个就是很生硬的一刀切的一个过渡，对不对？那么我们稍微再中间增加一点这个。中间增加一点色阶的变化，好，这样它之间就会稍微有一点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这个时候，这个就可能比刚才的这个变化会稍微的软一点点。那么，哎呦，好大呀！稍微涂抹一点，这个就比刚才会稍微再软一点点。那么你再去丰富一下，比如说我吸一下中间这个颜色，你再去丰富一下它这个，让它这个颜色变化再柔和一点，这样的话，这个变化就会更和之前比起来就会更软，对吧？这样我们同学应该可以理解什么是软硬了吧？这就是一个非常软的一个色彩过渡。你看涂抹一下，基本上没有很生硬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就非常硬了，直接是一刀切了。稍微有一点涂抹过渡一下。这个虽然这个也涂抹过渡了，但它还是比较硬的一个。从这个到这个的变化，就是一个从硬到软的变化。这个是比较硬的，这个是比较软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就是过渡的这个软硬。啊，这个也是根据你的这个需求，根据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去。比如说像背景的话，背景其实我觉得你直接这样画，不去过渡也是很有质感、很有感觉的，对吧？好，然后这个是我们暂时先把它这个灯暗部画出来，然后亮部其实可以再亮。这张参考图，第2张参考图的话，它的亮部是非常亮的。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亮部和光源的亮度差不多。那么我们刚才光源是什么颜色来着？是这个颜色吗？好亮了。好，这个就是这张图片的光影。当然，根据它的这个打光占比来说，这个可能更适合这个角度。等一下哦，这张可能更适合是这个角度去画。如果还考虑它的占比的话，这张可能更倾向于是这样的。这个更倾向于是这样的。啊，这个可能和这个时候的这个球可能就会更接近于这张参考图的这个感觉。如果这样转过来的话，投影也可以再胖一点。投影自身也会有一个闭塞的这个变化。投影自身有一个变化。中间这个地方，如果想画的通透一点，画出空气的感觉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这个白色部分。白色部分其实就是饱和度稍微降低，然后明度稍微增加一点点，因为它整体都在暗部。如果你明度加的太多的话，颜色会很油腻。一般我们在画这个白色，即使是在画白色的时候，白色它在暗部，但是它的这个明度差异也不会太大，也其实只是有一点点。月牙形的月亮，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光球的这个投影，这个石膏球体的打光，其实就是月亮的，月亮的这个投影的原理啊。月亮不就是一个球体吗？对的，就是这样。然后投影也稍微透点气，这样会更透气一点。所以这样就会有空气的感觉，和我们上节课最后有讲过空气的感觉。好，这个是这张，这个是这个的参考。我们刚才分析了2张强光影的这个图片，一个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注意的2个方面，一个是环境，要暗下来，想要去让它发光，首先环境要压暗。我们在旁边总结一下，光影第一个是压暗，哦天，第一个是压暗。第二个是对比相对的这个明度的关系。好，这个字好细啊，我有强迫症，我要把它画阳色。有点粗，算了。然后是这个对比要拉开，然后第3个是色相和灰唇。好，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分析一张强光影的图片要考虑的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压暗，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演示的时候，首先是把它的环境
首先把它的大概环境复原了，然后就是明暗对比要拉开，分析它分析一下这个是高场调，那么我们的对比就拉得很强烈。如果是中调或者是低调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黑白的这个黑白对比稍微的再减弱一点。根据我们这个图片首先要学会去分析它这个调性，对吧？然后你把黑白关系对比，也就是黑白关系，搞清楚之后，再去找分析它的色相，比如说这个亮部它是暖光，那么亮部就是偏暖；还是冷光，那么暗部就可以冷一点。最后再去考虑这个环境的，比如说环境的话，有一些这个颜色过渡啊，然后有一些环境光的这里有一些环境光的反射，还有这个光晕的这个变化，这个就是后面更细节的一些的这个色相灰尘之类的，进行一些更细节的去增加这个画面的效果。像这张就是所以它这个明度关系。调性也很强烈，光影很强烈，然后它的色相也很强烈。那么像这张的话，它的像第二张的话，我们分析出来的第二张，它可能它的这个色彩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颜色的变化，那更多的是黑白关系可能会，在哪里？它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颜色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关系可以做一些比较细腻的这个变化，色彩上面没有太多的，这样就更适合去参考它的这个光影的这个黑白光效。那么下面几张呢，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塑造能力，对细节的塑造能力。它可能在下面两张的话，可能对前面的这个。压暗或者是对比，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更多的是你要通过色相灰尘的对比去塑造它的这个细节上面的一些变化，还有它的色彩的形状之类的这个变化，好吧？然后下面两张我们就不用光影球去分析了，前面的这个色彩构成课里面有给大家有帮助大家练习过，等一下，帮助大家练习过，只要看我们是怎么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表达方式。好，那么我们刚才大概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如何去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再具体的去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刚才分析的是照片，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画画的时候如何去归纳，因为实际上的话，照片或者是现实当中会有很多，除了一些基本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方面的，比如说这个细小的反光材质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光影进行有影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主观处理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木奈是怎么处理的。好，它这张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光影的这个油画，对吧？撑伞的这个撑着一个伞站在这里的这个样子，它的这个光非常的经典。那么首先是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去分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是环境最基本的主光源就是你的光是从哪里照过来的，这是一个最形成光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对吧？好，主光源也就是我们的大环境是一个像这个就是一个高长调、高中调，那么它这个背景的话就会比较亮，它是一个它这个环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调子。色相方面，偏暖的蓝色，
这还是考验我们第一节课要强调的能力，就是分析色彩的能力。好，这个颜色有点太儿童化了。分析色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天空，它会稍微暗一点，然后一层渐渐的过渡到下面。这是天光，大概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吧。这个是我们先把这个根据前面几节课的学的知识，可以把这个背景的颜色背景的环境大概概括下来。这个投影其实是这个球的投影，其实是可以画成这样。其实是这样一个投影，那么还是首先刚开始画的时候，它的阴影部分就是往右下角去，不要去考虑什么亮灰暗纯暗灰。首先第一步还没有到考虑亮灰暗纯的时候，那么你最基本的还是把颜色往右下角先去取一下。这个是这个颜色。先把这个黑白关系做出来。然后这个球的话，我们这张画里面怎么处理的？是把它首先把它自身加暗，好暗哦，吓死我了。首先自身是压暗，它整体应该是白色。这个白色在整体的这个蓝色的环境下，这个白色会受到天空的影响，它颜色是偏冷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偏冷的这个白色。注意我们画白色也不是完全没有色相的，我们白色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对不对？那么这个白色受到环境的影响，它的颜色可能会稍微偏蓝一点点。它的这个这样就会，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有讲过这个颜色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对不对？那么这个白色很明显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偏蓝。你要学会去分析，然后暗部剪辑蒙版。然后这张图的话，它的暗部不是很明显，因为其实这个人整体都是在暗部，可能它的亮部只是在这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是在伞的外面，它不是撑着伞嘛，所以它这个整个人基本上都是在伞下面，都是在阴影里边。那么它这个亮部可能只有这个一点点描边，其实有点描边，大概是这个样子吧。那亮部的这个描边，先把黑白关系分析一下。好，然后这个就是主光源环境，我们先把环境分析出环境，然后就是主光源它的这个黑白关系的变化，一个是光从一个背光，然后它整体在阴影里面的一个受到阴影的这个影响，会稍微整体偏蓝的一个情况。这个投影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好，它的投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是第一个主光源的影响，然后就是反光。那么它会受到什么反光呢？基本有两个最基本的反光，我们不去看什么它中间，我们去看它细节中间还有这里是有一点紫色的感觉，这里有一点黄色的感觉，这里还有蓝色的感觉，五颜六色的感觉。那么其实归根结底，它整体的这个反光就是一个来自天空的反光和来自地面的反光，对吧？那么来自天空的反光就是首先一个偏蓝一点的纯度偏蓝一点的这个天空周围的环境对它的这个反光。好，这个是天空对它的这个反光。
可以稍微增加一点这个颜色的变化呀。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黑白关系不要改变哦。好，这样很对比下来，很自然的就是这里的颜色偏看上去更像白色，对不对？这里的颜色偏看上去更蓝，这就是白色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然后变得五彩斑斓。那么，所以我们学会画白色之后，画其他颜色都会更最基础的就是先画白色，先搭地基，对吧？然后就是地面下面这个球下半部分就受到这个地面的影响。首先这个地面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点这个自己的颜色变化，你可以丰富一下这个地面的颜色变化，因为它这个地面上会有一些小草的反光或者是之类的，所以它地面的颜色其实也是很丰富的一个色彩变，有一个很丰富的色彩变化。那么最基本的是什么？不要改变大的明暗，不要改变大的明暗关系，疯狂的去用尽所有力气和手段去增加它的这个色彩的这个变化。好，像这个地方的投影，它也是有这个受到天空的影响，或者是视觉上受到这个生理互补色的影响，它颜色会偏蓝。偏蓝的话怎么偏？这个进度条之前讲过，进度条往右边拉，然后纯度降低，对不对？它就会自然的就有这个偏蓝的这个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再一步一步的去调整。啊，这里可以稍微亮一点，因为这里的这个光受到的光漫反射比较多，然后这个地方闭塞比较多，所以这里的颜色可能比较死。然后像这个地方颜色它可以越来越亮一点，发散一点。当然也不要发散的太多，看你具体是想怎么样去处理。然后这里闭塞的话，你可以稍微再画的。这个是这个投影有一个自身的这个变化，感觉可以再绿一点，蓝绿色，很细微的一个色彩变化。然后就是刚才讲到球的下半部分也会受到这个地面的影响，还会偏黄，我们看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到地面的反光。那么我们也让它这个反光的程度高一点吧。是要受到周围的这个环境地面的这个影响，然后这个明暗交界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明暗交界线，受天空的漫反射，所以地面那个投影是烟蓝灰色。对，是的，就是这个投影，我们去观察的话，肯定能够发现，就是影子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影子它其实是会有这样一个，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不对？会有一个软硬的变化，就是因为越往外走，它这个影子受到的光越多，它颜色就会越浅。影子受到光照，它就会越浅，它就慢慢的这个发散出去。对的，是这样的。烟蓝灰色这个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处理吧。因为如果是像这个更严谨一点的话，它里面会有更复杂的一些颜色变化，比如说像这个泥土的颜色，还包含这个叶子自身的颜色，还有这个黄色的叶子的话，它自身会有一些更复杂的颜色变化。我们只是暂时把它概括成一个普通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平面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太阳从右边打过来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下黑白关系，没有分析它的这个光照的角度。如果这样也可以，其实如果对我们严谨一点，我们
刚才只是随便的去分析了一下它的这个黑白的，它的这个黑白关系和颜色，没有去具体的去分析它的这个，没有比较随意，斯密马赛，可以的。我们重点不在这里，但是其实这样会更严谨一点，好吧？都是一样的。那么然后这个转过来，顺手，刚才画的顺手就画在那边了。好，然后这个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一个白色的球，分析出来的是这个人他去画的这个光，这幅作品里面的这个光的这个第一步，首先是一个主光源，然后是反光周围的这个受到的这个天光的影响，两个大方面。我们先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它的光的形状，然后是光的这个光是从哪里来？一个是太阳光线，一个是这个地面对它的这个反光，好浅，地面对它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反光，然后就是天空的这个光。从总体来说就是两个大方面，一个是天空的光，一个是地面的光。然后自身的散射光形状感觉特别难把握啊。这个形状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有说过形和色两个大方面，对不对？我们之前色彩构成的时候不是让大家去练习过去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形，把握颜色的这个形吗？其实我们画的时候归根结底来说，光的形状还是色块的形状，它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色彩的这个构成方面。比如说像这个光的形状，它其实也就是这一块颜色的这个形状，对不对？你在画这个海面的时候，归根结底来说，你是画这个海这块蓝色的形状。你要画这个白色的受光面的话，也就是在画这个白色的形状。其实归根结底来说，就是在画这一个色块到底该怎么样去摆，怎么样去画，那么就是色彩构成，让它构成的好看，让它的形状好看，就是形和色两个大方面。好，然后这个就可能下面除了这个大环境之外，就是这个自身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会有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方面，就比如你这个人的这个衣服自身会有一个反光，比如说褶皱，像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这个偏这里的反光可能会偏红一点，这里的反光是这种橙红色，上面的反光颜色更浅一点，因为它这个可能它的衣服材质不一样，然后下面的纱裙是纱裙，上面的我具体也看不出来，总之就是受到自己的一个影响会更多一点，是这个要具体去分析。然后还有一个是透光就是你的衣服如果这个里面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衣服不是透明的，反正就是如果有的时候你的头发里面透光的话，后面一会儿我们再去分析，我们后面讲到后面再去具体的分析。好，比如像这个也是，就是自身这个地方的闭塞比较严重，或者说这个里面透的光比较少的话，那么它整体就会偏蓝。然后像这个地方越开阔，它受到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暖光的这个漫反射比较多，那么它像这些地方就会慢慢的有一个由蓝色到黄色的一个色彩的这个变化。像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整体都是暴露在亮的地方，暴露在这个受光面，所以它即使这个地方是阴影，但是它的阴影也是受到这个整体环境光的影响更强烈一点。然后这里因为整体都是基本上是在暗部，所以它这个地方比起这个地方来说，它受到的这个冷光的影响会比较严重，是比较强烈，受到这个湖面的影响会比较强烈。这个是自身的一个影响，自身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影响。
还有再比如说像这个腿这里的话，你看我们这个腿虽然是在暗部，但是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偏黄呢？因为它会受到一个弧面倒影，弧面倒影的话，它这个环境受到这个倒影其实是一个偏黄的一个光芒，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腿这个地方受到一个黄色的光芒，但是越往上的话，它这个像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它透进来的光不是很强烈，它可能会受到自己的这个皮肤的影响，会更受这个皮肤的影响，所以这里的颜色偏紫红色，或者偏这个更暖一点的冷色，能理解吗？就是虽然这个颜色也相对于这个亮部来说是比较冷的颜色，但是整体在暗部里面这个颜色是一个比较暖的一个投阴影部分，就是因为它受到它自己的皮肤色的影响和闭塞的这个影响。这个是自身的一个自身要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材质，就不能像这样去看，就结合具体的材质去分析了。刚才还说到一个就是明暗交界线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加深一点，这是一个，总之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让我们的这个效果更好一点的一个小技巧。因为它会增强这个对比度，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更细节的变化，后面更细节的变化，我们再具体刻画，看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皮肤的话，这里的明暗交界线可能就会偏暖。如果你画的是裙子的话，偏什么颜色随便你，看你的这个主观的去判断，你想去怎么表达。好吧，这个就是光的这个光影的一些基本的，就是光影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知识点。光影与色彩。好，还有一个之前提到过知识点，具体的再说一下，就是物体的这个固有色，对吧？我们画之前不是要先画这个固有色，它是红色还是蓝色还是什么颜色？之前说过，实际上这个物体的这个固有色，在大自然中实际上没有绝对的这个固有色。我们的这个固有色最接近于固有色的状态，就是阴天的自然光线下的明暗交界线的地方。比如说像这张的话，这张参考图它的这个光影就不是特别强烈，它是一个，但它这个光，它这个颜色整体就是很纯的一个颜色。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这个岩石的颜色，它最接近它固有色的地方，可能应该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明暗交界线的这个地方。这个注意一下，如果有的时候判断不出来它的固有色的话，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去判断一下这个固有色，然后在这个固有色基础上再去画亮的地方、暗的地方之类的东西。这个是光影与色彩的一些基本的东西。8:07了，那么我们还是老样子，再休息5分钟，我们再去讲后面的内容。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休息5分钟，那么到07，刚才是07，刚在这个13的时候，13、14的时候，我们继续先去尿个尿啊。来点，今天卡点到了没有 music？邪恶摇力的，是的，我们的颜色其实也是有善良，怎么老是跳出来？颜色其实也是有善良和邪恶之分的，颜色也是有自己的性格和这个，还会受到你的个人的经历或者是性格或者是你自己的偏好、审美之类的影响，你会对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感知，然后。比如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这个，也就是你的个人风格。老师不是我家的是大狗，
是边牧，它是一个，这个是网上找的，这明显看是两只狗啊，一个那么善良，一个那么邪恶。买点 music，魔法少女，泡泡，它叫泡泡。其实它的名字叫大炮，但是我家里人觉得不好听，所以我妥协了，叫它泡泡。但是其实我还是喜欢叫它大炮。魔法少女，大炮，多霸气的名字！哪是公主殿下？到时间了，可惜了，公主殿下只唱了两句就到时间了。然后我们继续，我们有说过这个颜色的这个颜色，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其实任何东西，它对我们的感知怎么导致这什么东西？对我们的感知都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它同样是一只狗，对吧？但是因为一些细节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像它的毛很炸，它的毛很柔顺，它的表情很邪恶，它的表情很无辜。这个一些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即使是同样的，嗯。即使是同样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对不同对同呸不同的这个经验，我们会对同样的东西产生不同的这个判断。那么我色彩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PSD，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人，他的原图是灰色的。等一下，我把原图导进来。原图是黑白的。哦，原来的图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这个颜色，它是，它没有特殊的色彩变化，它更偏向于这个形状是这个黑白灰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人黑头发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白色的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白色并不是白色。比如像这个，先看这个，这个人，这个我们的光它是有这个有自身的，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这个画面整体的这个氛围或者感受，它有取决于2个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感受力，或者说也就是这个环境的感染力。比如说像第一个是比较灰的一个红色，它这个红色可能不是那么红，稍微色调上来说都是一个红色的色调，但是第一个的光的感染力就没有那么强烈，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所以它的这个颜色，它的头发的这个颜色，可能它的色相纯度，它只是一个比较灰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它的皮肤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颜色。衣服的话，衣服一般来说，衣服白色用冷色调的底色去画颜色会更通透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圈，这个蓝色的衣服的固有色，一般白色衬衫用蓝色的这个白色画会更通透一点。所以我们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偏蓝的一个冷色。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衣服这个球还没有绕过来，所以它还是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地方，但是你还是能够知道他是穿的是白衣服，穿的是白衣服，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环境光更加的强烈，再强烈了一点，然后这个红色更红了一点，你的光的感染力，也可或者说是这个氛围环境的这个感染力稍微再强了一点，那么你的这个头发的颜色程度可能就会再红一点，颜色会再红一点。你的皮肤受到的这个光的这个红色也受到光的影响，红色更红了，对不对？但是你把它画到这个白色的背景上来说，看上去是不是如果让它脱离了这个环境来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深很灰？但是这个人物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说，这个人物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黑，就是因为它受到一个整体的环境的衬托。这个衣服的颜色把它单独放到旁边来看的话，它的衬衫的颜色也更深了。好，那么最后一张更是更加无敌的这个大红色，很红的这个颜色。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红色的颜色又相对来说又深了很多。然后皮肤的颜色也会受到这个环境的感染力会更强一点，颜色会更红一点，颜色更偏向于红色，比起一开始的这个比较浅的这个粉红色来说，它颜色更红了。白衣服的话更明显，它的颜色已经有点错，它的颜色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对吧？颜色更红了。这个就是受到的环境影响不是很大的一个选色。
这个呢是稍微受到了一点环境影响之后的这个选色，这个是受到环境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选色。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一张，你把它放在这个环境里边，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很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环境关掉的话，你会发现，诶，这个人突然变得特别的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刚从这个染缸里面跳出来，那么它整体都是被染红了的感觉，对吧？这就是颜色的这个感染力。但是你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说，放到这个里面来说，它就不是那么红。这个也是稍微的把它背景关掉之后，这个人会稍微的有一点颜色升级，颜色红，眼睛也偏红了些吗？什么意思啊？是看时间老师的眼睛，是我的眼睛，还是说这个眼睛？是，如果说是说这个人物的眼睛的话，是的，它整体都会受到一个环境的影响，像因为这个不是偏红，就是这个色调往对，确实是偏红，就是受到这个颜色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整体都会受到一个这个环境的影响。它可能本来是蓝色的眼睛，本来是蓝色的眼睛，本来是这张图对吧？它是一个这种偏蓝的这个眼睛，在受到这个红色影响的时候，它颜色就会偏紫。想象一下，我们在画这个调色的时候，用颜料去调色的时候，你的这个蓝色变红的话，蓝色加上红色的话，是不是就是紫色呀？就是大概也就是这个染色的原理。好，这个是这张，然后这一张的话，它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你把它这个关上，它会有一点点这个红色，但是没有刚才的那个颜色那么深，那么灰。这个是光的感染力。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衣服白衬衫，我们取的是蓝色的蓝色，我们把它假设成白衬衫一开始的颜色是一个偏蓝的颜色，然后往红色受到红色的这个氛围去取。红色和蓝色它是一个相反，它是一个对比色，颜色之间的这个跨度比较大，变化比较大，所以它的取色都是一个偏，都是从这一条往紫红色去偏，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蓝色呢？这个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更好去判断一点蓝色，因为这个人整体的这个颜色都可以用蓝色的一个色调去概括。比如说这个像第一张也是，它整体是一个蓝灰色的一个环境，那么它这个头发也是一个蓝色的这个，它头发是一个蓝色的这个颜色，然后衣服也是衣服本来就是蓝色，刚才的衣服是蓝色，放在红色的氛围环境里面，这个现在这张的话是蓝色的衣服放在这个同样一个色调很类似的相似的这个色调的氛围里面，那么它这个就更容易去判断了。这个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个皮肤一开始这个皮肤的颜色也是一般来说我们的皮肤都是偏灰的颜色。我们去画皮肤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皮肤的颜色一开始都是大概取这个地方，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去取皮肤的颜色。然后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之前讲到环境色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对比色或者是两个颜色之间的这个在色环上的角度比较大的话，我们去进行颜色过渡可能是进行颜色过渡是把它的这个纯度降低，然后这个进度或者是进度条往这边拉。那但是如果是这个同样的一个差不多的这个色调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改变
不需要改变太多这个色调，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在原来的颜色的基础上，把它的颜色纯度提高，颜色纯度直接提高，就直接把这个蓝色的饱和度直接这个更蓝，总之就是更蓝。因为它都是在这个地方，对吧？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蓝色这个颜色色相没什么改变，但是它的颜色更纯了，好，这个也是比较蓝的一个颜色。然后皮肤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一开始的话，它这个感染能力不是很强的话，它的皮肤可能还是一个偏红或者是偏紫红色的一个色调。到这里当它的这个感染力越来越强的话，你甚至可以画皮肤，甚至你也可以不用红色，你用蓝色去画皮肤也是可以的。你把它吸过来一看，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好像也是蓝色，但是放在这个里边，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皮肤的颜色，对不对？可以这样去思考，就是它的这个背景的颜色是这个颜色。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怎么样让你的颜色有这个红色的感觉呢？有偏红的感觉，那么就是纯度降低的话，它的颜色就已经会有一个这个纯度降得很低的话。很自然，它颜色就会偏冷，对不对？虽然它还是蓝色，那么这个时候你稍微把这个色相再调一调，慢慢去调整色相，再稍微拉一拉，色相拉一拉，这样它这个肤色就很很明显，它的肤色可以用这个颜色去大概这个颜色去表示。那么后面像这张就更夸张了一点，这张的话，它其实它皮肤其实完全就是蓝色，对吧？也就是说，你在画这个颜色的时候，其实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固有色，你可以在这个光的感染能力，在这个环境的感染能力很强的时候，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强对比去把这个去画你想画的这个颜色，这样我们的颜色整体会更整体、更自然、更有这个氛围感，也就是感染力会更强。如果你这个里面的颜色，你直接用这个红色去画的话，可能它的颜色，也可以画这个肤色，但是也可以去画皮肤的颜色，但是它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它整体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统一，整体的色调就没有那么统一，和这个。和原来的这个一对比的话，就很明显。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这里面画人，比如他这个地中海，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这样，哎呦天，他是黑头发，这样当然完全也可以，这也是一个人的肤色，但是相比起来，是不是这个和背景就很割裂，这个就会更融入这个背景的感觉。这是我们画肤色的一个技巧。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演示一下，可以再演示一下其他的颜色，因为一般肤色是红色，对不对？所以我们选了一个第一个例子，是因为肤色是偏一般来说肉色嘛，都是这个颜色。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选择了一个和这个人的这个肤色差不多的一个环境色去分析。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对比色去分析。那么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其他的颜色，还是原来的这个 PSD， 我给大家这个 PSD， 随便选一个颜色，什么颜色呢？绿色吧，我喜欢绿色。首先绿色还是环境色。首先我们从最感染力最低的一个颜色，明度什么的，自己去随便都可以，好吧？明度的话随便，因为我们主要是分析这个颜色的感染力，它有很多种，情况非常多。这个时候，首先我们选了绿色的话，这个颜色它很明显，它是完全没有受到这个背景的，没有受到一点点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头发的话，
头发的话，首先头发的颜色可以改变一下，让它的颜色偏绿。然后近处的头发可以深一点，颜色重一点。近处的头发重一点，然后后边的颜色偏绿偏浅，就会有一种这个颜色这个后面空间感，是不是就拉开，就会有一种头发往后退了的感觉。当然看你画什么，如果你层次画的多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往后退的感觉就会更强，空间感就会更强烈。退就是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们暂时先不细化，我们只是去找色调，我们大概去这个大概试一下这个色彩的这个小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其实我们同学可不可以看出来，就是它和我们之前有一个画那个连绵起伏的这个山脉的这个感觉是很像的，对吧？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之前学的东西全都应用到画人物身上，或者是画其他东西身上。那么这个是这个头发本来是一个没有特定色相的头发，那么我们现在处理过后，它的头发就是稍微和背景有一定的色调。那么皮肤的话，现在这个颜色的感染力，这个绿的感染力不是很强，你可以在这个原来的肤色上面稍微做一些手脚。你稍微让它有一些这个，变化。这个时候感觉还是黑黑的，对不对？因为它的衣服和眼睛，其他东西还没有搞，先不要着急。那么眼睛的话，这个蓝色的话，还是受到这个绿色的影响，可以稍微偏这个蓝绿色一点，然后注意这个明度关系，明度可以降低一点。今天的课程比较难啊，这个难吗？其实就是综合了我们前面不是一直让大家去这个练习把握色彩，通过 HSB 还有什么构成啊，去把握这个色彩的这个颜色，你去掌握。你有一种指哪打哪的感觉，你想要这个颜色在环境里面变偏蓝，就通过一些手段让它的颜色在这个环境里呈现出这种状态，对不对？我们前面一直在练习这个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用到实战上面，前面都是一些小练习的，现在我们就慢慢要开始实战了。比如说今天这个作业就是实战，让它的这个，让我们的这个通过前面的知识，让我们的人物逐渐的去把握我们这个人物的整体的这个色调。好，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把图层什么的都给大家了，打副本了，开始了。其实我把这个图层都给大家，对不对？我们到时候直接用这个图层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画，也可以建立一个剪贴蒙版，其实是很方便的，很简单的。然后这个衣服，白色的衣服也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偏绿，这样它的这个整体颜色是不是一下子就会有色调了吧？和原来的我把它关掉，很明显它的颜色是什么？是偏绿了吧？有一点看上去往绿色去变了。还有这个领结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小细节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大方面，也要注意小的一些细节，比如像这个小领结虽然不重要，但是还有这个眼眶，对，刚才差点忘了眼眶，还有这个眼眶，虽然它们都是小细节，但是这些小细节的话也会对我们的画面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眼睛周围可以稍微浅一点，对吧？这样就是一个整体来说稍微受了一点点
稍微受到了一点点绿色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会有什么也会有很多像这种各种图层去方便我们去统一色调，对不对？这是这两个技能都要掌握。我们不仅要会用后面不仅要会用图层去正常。不仅要会用图层去规范我们的，不仅要学会用图层去找颜色，也要学会手动的去调色。后面下节课我们也会讲一些技巧，技巧方面的话就会也会提到这个怎么去用图层，或者是增加画面最后的整体的完成度的一些很多技巧，下节课也会提一下。那么我们暂时就是先要掌握这个手动最原始的这个能力。一般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眼睛的，我们看的网上很多教程都是在这个眼头刷一点肤色，对吧？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头发的话也是轻轻的刷一点肤色，要很轻哦，过渡要柔和一点呢。稍微这样头发就会有一些这个通透的感觉吧。这个都是这个都是网上经常看到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头发的这个很多小技巧，我们同学应该知道吧？不知道的话我也提一下，就是网上很多小技巧，就是头发的这个靠近脸的地方刷一点皮肤的颜色，你直接吸皮肤的颜色，然后轻轻的扫一下，轻轻的扫，不要哗刷上去，要轻轻的扫一下，因为头发它是透明的嘛，头发它就会透出上面的肤色。然后像这个头发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哎呦天哪，秃了。一般来说这个地方可以颜色稍微深一点、重一点，然后越往远处越往远处，它的这个颜色越受到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知识点。好，轻轻的，画到这里就可以了。再多的细节，暂时先不用太多的细节。好，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绿的感觉。那么接下来下面把这个图层都关掉。算了，重新开一个吧。继续复制。我要被这个小我的 iPad 要被它这个入侵了，全都是这个小孩。然后是这个颜色更绿一点，刚才的绿是这个绿，对吧？记录一下。刚才的绿，那么再绿一点，直接中间吧，感觉这个绿会更绿一点。点击蒙版，差不多，这样一个绿色。白毛咋画？白毛和白衣服是一样的呀。我们这张图里边不是，我们这个图里边不仅有白头发，还有白衣服吗？其实是一样的呀。你反过来了呀。我们在刚才我们在演示的时候画的白衣服，其实就是白色头发一样的，对吧？就是反过来的，和白色的头发一样。你现在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你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呀。如果它是白头发的话。白色的头发的话，那你就用这个，这里有取过白衣服，在这个环境里，你就这样画它白头发，然后相应的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眼睛的颜色也浅一点。剪辑蒙版，你相应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可以稍微的浅一点，去配合这个整体的这个颜色。浅一点，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衣服也可以稍微浅一点。主要就是一个整体的。然后后面一些细节的刻画，白色头发的话，你相对来说你就可以画的五彩斑斓的白，画更多炫彩的颜色，对吧？但是这张图片，这张暂时的这个感染力还没有那么强。那后面再比如说像这张的话，首先我们还是先看这张原来的这个黑发，首先还是这个
首先还是这个头发的颜色可以往绿色或者是蓝绿色这样去变化。那么，然后这只是一个平面，对吧？我们做出体积感，体积感就是更绿一点，更绿一点，有点太绿，有点太浅了。这样就会先把它的这个颜色，先让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颜色，就是很像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很像什么，像是泡在水里面。你可以你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有颜色的这个水的话，你把东西泡进去，是不是越往后越深处，这个颜色受到这个有你把这个手伸进去，你的手受到这个颜色的这个影响就越大，它的颜色越和这个环境的颜色融合。那么我们这个头发有体积的话，那么也肯定也是这个后面的头发越深，对不对？越在深水处，它的颜色越深。好，这个是头发，还有就是可以稍微的强调一下体积啊。然后肤色我们还没取，肤色也是受到这个绿色大胆一点，反正可以再改，可以一直不合适就一直改呗，总之。和前面我们去选色的时候一样，从这个 HSB 3个角度去剪辑模板，3个角度去画。好，这个颜色大胆一点，填充涂层。这样看很黑，是不是很像黑人，对不对？因为他的衣服太白了，衣服和眼睛都特别亮，所以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同学怕受到这个主观影响的话，你可以先改其他的也行。我顺手，也是，你可以先改衣服或者眼睛也可以。总之就改的过程中不要受到太多其他的东西的影响。白色的话，白色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直接把它画成这个绿色也可以。或者是画成蓝绿色也可以，你这样它受到的这个环境影响就稍微的再深了一点，然后这个眼睛皮肤有点明度有点低了，那把它画亮一点，这样会女孩子白一点好看。然后当然审美方面。就是你的个人喜好方面，可能我喜欢白一点的，或者也有人会喜欢小麦色的皮肤都可以。但是这个小女孩，我觉得白一点，白嫩一点会比较合适，对吧？然后就是这个眼睛的话，眼睛也是蓝色加上一点绿色，是不是可以是这个颜色？填充涂层可能有点浅了，深一点。这个颜色会像一点，看一下。当然，如果眼睛也可以有一点这个层次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不是很喜欢很多经常看到有人会这样画，对吧？眼睛会有一层投影，这个也现在画也行，后面细化的时候画也可以。总之稍微表现一下，稍微表现一下你的这个眼睛的。你眼睛的这个颜色变化也是可以的，然后眼眶可以稍微浅一点。好，眼皮，眼睫毛。好，这个是眼睫毛。一般我们画睫毛的时候是和头发用和头发差不多的颜色，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去进行调整。比如说你画白毛的话，如果像刚才画白色头发也画白睫毛的话，可能会有点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个睫毛的颜色加深一点。再比如说，如果像这个画黑头发的话，你可以稍微颜色睫毛不要这么黑，你可以稍微再浅一点，都是可以的。根据具体情况去调整，然后再刷一点肤色上去啊之类的。这个都是具体一些细节方面的个人的这个选择，你想要去进行怎样的处理，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个还有这个领带也稍微的注意一下，稍微的
好，这样这个人就更受到这个绿色的感染力会更强一点。看一下，这样很明显它很绿了吧？这样单看的话它很绿，但是开一个储存就看上去会正常很多。那么我们和刚才的这个比，刚才这个比一下，很明显，很明显，这个颜色，它们都是绿色，对不对？这个颜色更绿，看这个衣服就很明显，看衣服就很明显。好，白色头发也是一样，白色头发的话，直接更简单，直接和它这个白衣服是一样的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刚才有说过，就是进行一些其他的根据具体情况去调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眼睛的这个颜色，眼睛颜色可以用这个头发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就不用那么深，对，可能会这样会更合适一点。然后眼睛的颜色，这个可以这样去处理。然后白毛的话，白色头发的话，也是和刚才的一样，它越到后面受到的染色，越受到染色的这个情况越被染的这个颜色就越重，对吧？然后这个像白色可能和黑色就会比较反过来，它是这个后面颜色越稍微深，越往后颜色越深。刚才的黑色是越往后颜色越浅，对吧？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然后白色也是一样，这个头发稍微的有一点这个刷一点肤色进去，颜色会更通透一点。后面你也可以加一点，后面细化的话再去加更多的细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白色，我感觉眼睛也可以浅一点。其实我感觉直接涂这个颜色比分层要好看，这是为什么？反正就是画的时候自己选，自我选，后面都是很多自然选择的结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对，好抽象的比喻。总之就是合适，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合适最重要。然后这个是大概的这个色调。然后最绿的颜色，当然我们这个只是在讨论这个感染力的情况，还没有到打光的部分，我们同学不要搞混喽。最绿的话，这么绿，大胆一点，这么绿，好刺眼，这么绿，这个时候你的衣服就可以很绿了。肤色的话，你从绿色开始取也可以。好绿了。这个有点太绿了。总之就是一步一步去调整。我们现在还是黑色的头发，到后面，也是到后面会这个受到很多的这个越来越深。这个眼睛也是受到很绿的影响。可能更像是这个颜色。这个是绿，很绿的情况，大概是这样。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很绿，特别绿。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颜色感染力，这题，好的，这个是这个方面，然后是一些主观处理方面的，主观上的处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刚才不是讲到邪恶摇粒绒和善良摇粒绒吗？因为我们的颜色坏狗，我们的颜色是有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对颜色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参考下去，坏狗出去，怎么回事？比如说这个颜色，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普拉切热情，这是一个情绪模型，这是一个理论模型，就是比如说像蓝色，比较蓝色或者紫色，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当然，根据我们个人的经历或者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有一些偏差。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归纳。比如说这个红色愤怒生气，然后这个黄色的话情绪明显，就是比较鲜活的，比较有活力的一个颜色。像这个蓝色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像蓝色或者紫色，它的颜色就会有一些比较低落的一个感觉。就是之前做到的 blue 蓝色伤心的，然后这个绿色的话大自然的颜色，所以它会有一些什么敬畏的感觉，或者是但是不同的颜色深浅，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说过的这个感染力就是整体的这个氛围。染色感染能力不一样的话，它带给人的这个情绪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不解强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惊讶。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悲伤，如果你的颜色更深或者是更重一点，它就会变得更情绪感知会更强烈一点。再比如说，它本来可能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比较轻快的一个颜色色彩氛围，但是如果你的颜色它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强，或者颜色越加重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些比较负面的、比较低的能量比较低的一个感觉，就是颜色的这个感知力。再比如说这个绿色，一般绿色来说，大自然的颜色，像这种偏黄的这个绿色，可能会更有活力，更轻快一点。它的这个颜色越深的话，它的这个感觉就是越积极的，越轻快，越明亮的这个感觉。好，这个是颜色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选做的一个就是，你再去尝试了这个，如果你尝试过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增加一些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不要改变它的大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开一下黑白图层看看，在这个基础上黑白图层，饱和度，在不改变它的大的这个黑白的关系上，你可以去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颜色，像这个蓝色的感染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体你的这个颜色可以加深，纯度可以增高。但是像这个的话，它像这个感染力，蓝色的这个感染力本身就很强的话，你可以手动的去降低它周围其他的这个颜色的纯度，去突出这个视觉中心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我们再找一个示范，就是比如说这个绿色的话，
刚才这个颜色调过了。好，比如说这个绿色的话，你在这个绿色上面加一些积极的颜色的话，首先，但是这个的话，整体它的明度都很低，所以可能不太容易，不太好积极起来。看一下黑白关系，好，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好，可以加一些积极的颜色，比如说黄色、橙色，或者是这些颜色。黄色是一个比较积极的颜色。也可以加一点其他点缀的颜色。我们之前色彩球的时候有讲其实和之前的色彩球的这个配色是一样的，和色彩球的配色其实差不多的。这个也就是色彩球的一些进阶版，就是在更自由的去进行一些更自由的颜色搭配。比如说像这里去丰富我们的这个颜色色彩，丰富我们的色轮。当然，我们的中心主体还是这个人物。去画一些比较明亮的、比较积极的一些颜色的话，用一些比较轻快的颜色，像这个整体的它的这个基调都是比较浅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适当的去加深它的这个颜色变化。因为这个背景很像是有一点夕阳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头发也可以受到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啊。这里可以偏黄一点，因为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黄的这个偏黄的一些感觉，偏黄的颜色背景色的影响。好，像这里的颜色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你首先确定它的这个环境，然后尽情的去增加，尽情的去把环境色，去增加它的环境色。比如说像这些地方会透出背景的这个暖色，这里会有点冷色。总之就是在不要破坏过于把它大的这个黑白关系不要破坏的这个基础上，再去进行一些这个颜色的归纳。然后是这里。然后这个白衬衫也是，白衬衫的话，比较积极一点的颜色一般都是黄色或者是绿色这里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整体的这个黑白关系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一些小的颜色点缀。好，这个是衣服，然后皮肤的话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变化，我会加一点腮红也可以。啊，这个是皮肤。好，或者是眼皮呀、双眼皮呀，在后面就是细化的东西。然后大概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轻快、比较稍微积极、稍微没有刚才那个蓝色那么沉重的一个颜色的丰富这个色环的一个方式，一个选择，一个这个都是很自由的。不过我们同学要是想像这样去画一些其他，想像这个刚才这个同学说的去画一些其他颜色的这个头发也是可以的，看你的兴趣，看你想不想画。但是看我们同学说觉得这个比较难的，其实也没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把这个人物给你了，对吧？只要在上面去进行修改就行。这个是这个色彩的这个感受，刚才还有一个球，到时间。最后，总之就是先从球开始。如果我们同学觉得用这个去画的话很困难的话，你也可以先试着像一开始从最基本的开始，你也可以试着从刚才的这个一开始用这个球去画一下。这个我本来想用这个示范的，但是刚才觉得用人物示范更好一点，所以就用人物示范，这个也可以。这个人物就是球的话，如果是球的话，也是，如果想用一些轻快的颜色、轻快的色彩的话，首先它的环境色随便选一个环境色比较明快的这个。这些颜色，包括这些颜色的这个之间的组合过渡都是可以的。像刚才示范的那张的话，因为它的整体基调都比较暗，所以可能感染力还没有那么明快，但是没有那么明亮。但是这个你如果你可以自己在这个球上面画的话，你可以直接。一般像这种很亮、很鲜艳的颜色，都是比较快乐的、比较积极的一个配色。听不懂。配色就是你根据这里的这个里边选的这些，根据这个感觉去把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感觉根据这个去搭配颜色，对吧？很明显的，像这种颜色就是很轻快的颜色，对不对？很轻快的颜色。可以加一点互相之间的这个颜色变化呀，很随意，就是你把这些颜色都加上去。然后这个球的话，首先一个黑白。这个球我喜欢蓝色，那我就画蓝色的这个球，那么它暗部是蓝色的。
我们要不可以用这个颜色剪辑模板。好，先把它的大概的这个黑白关系首先要掌握它的这个黑白关系，对不对？然后它这个色彩变化你就可以加入一点这个根据旁边的这个去分析，肯定要用一些比较鲜艳的或者是积极的色彩，对吧？像这个颜色也是暗部黄色的投影受到一些影响。常色，总之其实就是你对常色的一些对常色的搭配。再比如说视觉中心这里可以加深一点。好，那么其实这个颜色就是一个很积极的，这个颜色这个球的搭配，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一个颜色的搭配，对不对？总之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好看。如果你画小人画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试试画小球。再比如说像这个，注意它的颜色过渡。最后过渡一下，你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用的都是像这里啊，这里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快的颜色。对，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刚才画之前说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些比较明亮、比较积极、比较阳光的这个颜色，所以这个看上去的话也会让人感觉很亮、很轻快，对不对？因为它都是这些颜色的接受啊、信任、平静、愉悦或者是乐观这样的颜色，对不对？夹一点点缀色，稍微夹这么一点点点缀色也是完全没关系的。加一点这个颜色可能会让它整体来说不是压下来一点，不是那么的热情，可能稍微再压下来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情绪色轮颜色的这个颜色自己的性格和不同的颜色性格之间产生的一些化学反应。如果我们同学画刚才那个小人画觉得有点困难的话，你也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球，也可以试着去画这个球，好吧？好的，然后是这个，好，到时间了，差不多了。还有最后一小点，其实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审美方面的话，我给大家找了一些，像这些摄影师他们的这个作品都是很有感染力、很有张力的一些作品，我们同学可以自己去欣赏一下，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人他的这个摄影作品，应该我们同学应该有刷到过，或者是经常会看到吧，因为他这个还挺好，挺多人喜欢的。就是这个人他特点就是像这种非常红绿的这个色调，或者是很特殊的一个色调，然后就是颜色拍摄的这个内容，他们整体的氛围都是有一种很神秘，或者是有一种宗教氛围或者的感觉，对吧？这个就是审美方面的。还有像这个土耳其的一个摄影师还是谁，他这个摄影作品也是氛围感很强。比如说像这个整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一个氛围嘛，很明显就是一个粉色紫色，一个很神秘很暧昧的一个两个人在七七我，而且还是这啥，坐在阳台上。然后像这个的话，比较突出的亮色不是主体色，在高光点。突出的亮色，你说的这个亮色可以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这个如果是物理明度上的亮的话，肯定是在这个黑白关系。黑白关系调子比较高的这个亮部去点，但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亮，比如说生理明度的亮的话，它可能其实不是很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亮是哪一种感觉。如果说是这个，刚才说的物理明度是物理明度的那种亮，然后之前有一个例图就是这样，我找一下，敲动嘛得。在哪儿来着？啊，比如说像这个，物理明度的亮的话，肯定就是把这个亮色画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有一些生理明度上，比如说像这种你看上去感觉很跳很亮的感觉，或者说这个感觉这个边缘这个地方会有一点亮的话，这个就是生理明度上的亮。那么我们也就是你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物理明度的亮，还有一个就是生理明度上的亮。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应该能懂吧？是这个，一个是这种亮，生理明度上的亮，一个是纯粹的，就是它真的就很亮，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这个里面背景里面这些红色，它本来就很亮，这个是物理明度上的亮，还有它自己这个内部会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红色，可能看上去也是一些很亮的这个感觉，对吧？但是其实它是这个就是生理明度上的亮，你把它开一下，它其实它这个里面的亮的话，它开黑白图层的话，它其实不是亮的，但是它会让你感觉到很亮。边界线可能就是对的，但是其实它是两个结合起来的。你注意一下看，就是像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像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这个很亮的这个红色，对不对？但其实它是慢慢过渡到后面，就是变成了这个生理明度上的亮。我们画的时候就是要可以结合起来看。好，然后刚才讲到这个审美方面的，就是颜色还是和之前的一样，就是颜色对这个你想表达的这个情感感知，比如说像这种黄色，这种很老旧的黄色呀，就是黄色和红色就是一个比较有一点诡异的感觉，对吧？结合你的内容看，然后还有这个绿色，这个红色和绿色的这个碰撞也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这个，那它这个有个人特色，除了构图和内容之外，就是它的颜色、色彩基调很特别，啊，包括这个也是这个，总之就是一些整体的氛围上边，我们可以多去赏析一下，就是欣赏一下别人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去感受一下这个整体它。一系列的作品会有什么共同点，然后把它去分析总结一下，然后作业的话，我们刚才课堂上不是这个，刚才我们课堂上示范的这个，刚才课堂上面示范的这个，首先因为我们同学可能讲的话也讲了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同学也觉得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把第二个主观，把这个一开始前面这个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个题目我们先放到后面再说。我们这个第一节课先做这个，好吧？先做这个。怎么擦不掉？好讨厌图层。好，先做这个，就是。选择一个颜色，然后
然后去让这个人物融入这个背景的颜色。你可以选择，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你选择一个背景颜色就可以了。比如说你选择一个这样的背景颜色，那么你就画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多画几个。多画几个不同的这个深浅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小稿，好吧？随便颜色随便取，或者颜色你参考老师的这个背景氛围的颜色去取也可以，或者你自己想要尝试一些其他的颜色也可以。总之，深浅颜色的这个纯度之类的都，自己可以自己定义，可以自己去定。你用这个颜色，用像比如像这种很浅的颜色也可以。总之就是要想办法让你的人物去融入你选择的那个颜色，融入你选择的颜色。我刚才擦掉，怎么又跳出来了？就是一个选择一个颜色，然后让你的人物整体融入这个颜色。然后选做的地方就是选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丰富他的这个人物的色彩，或者是像刚才那样，或者是像刚才的那个球一样，像刚才的球一样，我一会儿单独放出来。或者是像刚才的那个，直接用一个球，不去考虑太多这个人物的这个服装、什么头发颜色之类的也可以，好吧？这个是选做的内容，那么就是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作业，那么剩下的就是考虑到强光影的这个，我们下一节课再说。那今天就是这个今天的内容。学员连麦，好像可以学员连麦。